黑海舰队演习期间，北约又针锋相对。2月16号，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表示，即使俄不对乌克兰动武，北约也需考虑长期加强东翼军事存在的问题。新战斗群或会被部署到黑海地区。俄罗斯在黑海这个区域里面呢，它可以借助，比如说海上的这个就是水面舰艇、水下的潜艇，同时呢又可以利用就是陆基的空中航空兵。还有就是像海岸的这些岸对舰的导弹来加强自己的力量，所以它目前才在军力上没有被就是这个北约呢围堵住或者是封堵住。2月19号，俄罗斯在多地展开战略威慑力量演习，出动陆海空力量，发射了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弹道导弹等多款杀手锏武器。请教一下杜先生，对于这次演习，您是如何看？这次演习的时间非常敏感，正值美国营造所谓俄乌战争一触即发的时机。这个状态下进行大规模的联合战略演习，俄罗斯并不是第一次。只要与美国和关系紧张，就会用此类演习来表达俄罗斯态度，表达俄罗斯决心。整个演练行动都是战略级别，无论是核导弹的模拟发射，包括巡航导弹、超高声速导弹的发射，实际上都显示了对欧洲地区，包括对美国本土的打击能力。是俄罗斯的态度非常明确，如果在俄乌边境地区以所谓的俄乌战争作为借口，北约国家对俄罗斯采取军事群殴态势，这个状态下，美国本土将是俄罗斯核打击的重要目标。那么整个欧洲方向，北约国家也是俄罗斯中远程导弹的攻击目标。实际上，通过这种军事威慑手段，可以警告美国、警告北约，如果通过所谓的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影响，俄罗斯将不惜使用核手段捍卫国家安全。克里姆林宫的作战室是俄罗斯最为机密的地方之一，而根据克里姆林宫发布的公告，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与俄总统普京在这里一起观看了俄战略威慑力量演习。请教一下白先生，这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实际上，俄白的一体化我们讲这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是军事上面的合作，这种紧密程度在不断的提高。那么，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呢，实际上也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那么我们讲这种开放相关的指挥体系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战略互信的表现战略互信的表现。同时呢，当然俄罗斯也希望让白俄罗斯看到俄罗斯的强大的力量，这个呢也是俄白进一步走到一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于俄罗斯来讲呢，现在整个的军事体系跟北约的差距实际上在不断的拉大但是我们说在这个战略武器方面呢，俄罗斯还是有足够的底气的。那么也是少数可以拿得出手的领域。那么因此，我们说俄罗斯方面现在在这个俄乌紧张局势可以说是特别敏感的时期去搞相关的演习，也是为了让北约去认识到俄罗斯的强大力量，以及俄罗斯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不惜一战的决心。同时呢，对于俄罗斯来说，现在俄乌边境的局势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就很重要。因为我们说白俄罗斯的位置它对欧洲的这种向前进的这个前进基地的这种特点，包括俄罗斯可以利用白俄罗斯来执行自己的很多的军事任务，对于俄罗斯本身的安全，对于维护相关区域的稳定，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这个也是为什么俄罗斯现在要高调的去跟白俄罗斯站在一块儿的原因。